Agent 创世纪为您讲解 MLSkillBench 恶意技能基准。这项研究来自南洋理工大学、四川大学和 Digitations。他们发现 AI 智能体的技能包正成为致命后门。当恶意代码与提示词融为一体时，现有杀毒工具全面失效。MLSkillBench 是全球首个运行体验证的基准，它采用沙盒系统调用和大模型裁判双重验证，确保每个样本都是真实恶意攻击。这项基准将揭露当前安全工具的防御盲区。智能体技能成为攻击载体，融合代码与提示词，黑客将这两种要素打包，形成混合双盲区。MLSkillBench 基准测试由研究团队构建，该基准包含108种攻击形态与3944个样本，所有样本通过沙盒调用与大模型裁判双重验证。针对提示词注入攻击，主流工具检出率暴跌，12款主流安全工具在混合威胁面前全面崩溃。仅靠野生数据评估将产生66分的致命幻觉。智能体技能是 AI 的能力扩展包，类似于 Node.js 的 NBMN 包或浏览器插件。它包含两种核心文件 skil.medi 指令和 scripts 可执行脚本。指令控制 AI 的逻辑决策，脚本则直接操纵主机系统。当用户任务触发时， AI 自主阅读指令并运行脚本。这种设计赋予 AI 极大自由，但也为攻击者敞开通道。攻击者可以将恶意代码与提示词打包进同一个技能包，这样就能同时操控 AI 的思维和宿主机的底层系统。因此，智能体技能既是功能模块，也是新型攻击载体。攻击者把恶意代码从传统供应链平移到技能脚本中。例如，一个计算器技能包含改写 IP 地址的后门，代码注入一旦执行，就直接控制主机或窃取数据；提示词注入则把钓鱼邮件转化 AI 指令。例如，它诱导 AI 下载并运行恶意程序。提示词注入利用 AI 自主执行进行社会工程学攻击。攻击者现在把两种方式打包到同一个技能包中，混合威胁攻击代码层和指令层，传统防御很难应对。现有安全工具在面对混合威胁时存在三大致命盲区。第一是缺乏真实基准数据，业界报告只公布攻击次数，却不公开样本。公开的学术数据集规模极小，仅100多个样本无法支撑系统评估。第二是攻击面板极其狭窄，野生数据高度同质化，几乎全部都是老旧的供应链伪装手段，严重掩盖了 AI 专属的新型攻击。第三是评估标准割裂，规则扫描器与大模型防御各自在私有数据集上测试，缺乏统一框架来公平对比它们对代码加提示词混合威胁的检测能力。这三大盲区正是 MLSkillBench 要彻底解决的核心问题。MLSkillBench 采用4层全景架构，知识库从真实威胁中提取恶意代码与越狱提示词，生成引擎让大模型扮演黑客，将恶意特征融入合法技能模板，双重验证在 Docker 沙盒中运行攻击样本，只有真实触发的攻击才会被收录进基准库，最终形成3944个恶意样本与4000个良性对照样本，每个样本都经过运行体验证，确保威胁真实有效。这套架构彻底终结了过去评估样本不足和验证缺失的问题。MLSkillBench 采用3维分类矩阵覆盖攻击变种。第一维是攻击载体，含代码注入、提示词注入与混合。第二维是恶意行为，含数据窃取、挖矿与角色篡改等15类。第三维是植入策略，含函数隐藏、深度伪装与隐写数等10种3轴组合，产生108个测试单元，每单元对应一种形态。这套矩阵终结了以往只测试单一攻击面的评估模式，更全面的覆盖让评估结果更接近真实威胁分布。这构成了全面多样的攻击测试集。生成引擎从真实黑客库提取恶意代码与越狱提示词，它随机抽取高星级良性技能作为合法外衣，然后利用解除安全限制的大模型进行无限合成，恶意逻辑被天衣无缝地织入指令与代码中。所有样本都具备极强的迷惑性和逻辑自洽性，这模拟了黑客将后门隐藏进正常插件的完整流程。引擎生成的样本能骗过检测器并绕过传统扫描，它填补了真实攻击样本稀缺的关键空白。运行体验证是淘汰虚假威胁的关键步骤。物理级监控使用 Strace 和 Notify-Wait 捕获系统调用，它精准识别异常网络连接和文件读写行为。纯提示词注入不会留下系统日志痕迹，
因此引入大模型裁判进行语义级判断。裁判评估 AI 的思维和目标是否已被篡改，无法在沙盒中成功引爆的样本一律废弃，只有真实触发的攻击才被收录进基准库。MailSkill Bench 总共有324等44个恶意样本，其中324个来自沙盒验证的自动生成，703个是收集自真实世界的高危野生技能，另有27个来自工具测试集的专项样本，良性对照样本共计4000个。他们提取自社区最高下载量的无害技能，这一构成能有效评估工具的误爆率。整个基准库覆盖了全部108种攻击分类，3种攻击载体的成功率差异显著。代码注入成功率最高，达到 94.5%， 混合攻击紧随其后，成功率 91.9%。提示词注入成功率最低，仅为 75.8%。代码注入执行后留下明确系统日志，提示词注入必须依赖 AI 的主观理解来采纳指令，这种依赖使得它极易被任务上下文干扰而失效。提示词注入缺乏明确系统特征，成为后续检测工具崩溃的伏笔。攻击者需权衡隐蔽性与成功率的平衡取舍。代码注入新脚本文件策略，成功率 96.6%， 函数追加与内联代码块分别达 95% 与 93%。提示词注入完全伪装手法，成功率约 90%， 局部注入与引写数分别跌至 74% 与 63%。引写数将指令藏入零宽字符或注释干扰 AI， 导致执行不稳定，因此该策略成功率最低。混合攻击各策略成功率保持 90% 以上。野生数据中 86.3% 的恶意技能属于虚假依赖项伪装。黑客诱骗 AI 安装看似合法的依赖包，实为传统木马。这种攻击模式占据了野生样本的绝对主流。更令人震惊的是 81% 的野生样本仅来自2个黑客账号，这些账号主要从事加密货币盗窃活动。仅靠野生数据训练，安全工具将对混合威胁致盲。安全社区若依赖野生数据，会忽视真正的 AI 专属攻击，这正是野生数据评估结果具有误导性的原因。然而，在野生数据中还潜藏着一类全新的威胁，它们不攻击主机系统，而是直接篡改 AI 的认知逻辑。这类攻击仅占 1.7%， 却代表了未来的攻击方向。第一种是目标劫持，改写 AI 的核心使命以服务黑客。第二种是绘画生命周期驻留，将后门写入配置文件使监听持续。第三种是指令层级覆盖强制置顶最高优先级的恶意规则。这些攻击让传统依赖系统日志的检测工具彻底失效，它们揭示了智能体安全必须从代码层面转向意图层面。哨兵完全版 F1 得分 88.6， 召回率 98.4。AI 基础防护工具的综合 F1 得分 85.6， 哨兵完全版误杀了937个良性技能。静态特征扫描器误爆率极低，包括 Snake 和 VirusTotal 工具，但面对复杂的混合技能，它们漏爆率惊人。检测性能与误爆之间的权衡非常关键。现有工具在混合威胁下暴露致命弱点，因此安全评估需要覆盖更全面的攻击形态。野生数据评估会彻底颠覆工具排行榜。VirusTotal 召回率在野生数据暴涨66个百分点，它直接从榜单垫底跃升至冠军位置。Snake 也增加了48个百分点召回率，但 Sentry 和 AI Infra 反而降。为什么？因为野生数据全是传统木马，但该工具抓木马强，对提示词攻击不足 22%， 缺乏全面覆盖的评估，只会带来虚假安全感。雷达图清晰揭示了安全工具在提示词注入前的全面崩溃。雷达图右侧代表代码注入的线条饱满，检测率极高；左侧提示词注入区域线条断崖式塌陷，防御形同虚设。以 Content Manipulation 攻击为例，检出率暴跌至 32%。Cisco Static 和 AI Infra Guard 能轻松抓取反向 shell 代码，但当攻击转变为篡改输出内容时，它们完全失效。这是因为现有工具太依赖寻找恶意代码残留，而提示词注入留下的只是语义篡改，没有系统调用痕迹。供应链扫描器与提示词防御墙能否跨界使用？研究发现，它们各自只看到技能的半张脸。左上象限的工具召回率极高，但误爆炸。工具拦截绝大多数威胁，却误杀近4000良性技能。如此高的误爆率直接导致防御系统瘫痪。
右下象限工具误报极低，但漏报同样惊人。他们对另一半基于代码或提示词威胁视而不见。简单挪用现有工具无法胜任混合威胁检测，尝试将两类工具简单组合应对混合威胁。OR 组合采用任意报警及拦截的简单规则，结果继承两者误报，良性全被误杀。4000个良性技能全被错误标记为恶意。AND 组合要求两工具同时报警才拦截。混合威胁很少同时触发两套独立规则，检出率因此断崖式暴跌至不足 5%。简单捆绑两个盲人并不能恢复视觉能力。安全工具全军覆没的根本原因被揭露，因为他们孤立地审查代码或提示词部件。一段执行 shell 命令的代码本身并无恶意，在服务器监控技能中，它是正常的维护操作，但若出现在文本翻译技能中，就是致命后门。恶意性存在于代码与声明意图的错位中，脱离了技能宣称的上下文就没有绝对恶意。检测必须从部件审查转向意图一致性判断。现有安全工具孤立分析代码或提示词，忽略了上下文。联合推理引擎将静态代码语言提示与运行时事件统一分析，它要求同时理解自然语言意图、环境配置与系统调用。静态与运行时证据被放在技能宣称的目标上进行语义权衡，这一范式打破静态分析与大模型审查之间的孤岛。它直面混合威胁中意图与行为错位的核心矛盾。构建这样的引擎需要新的架构设计，并非简单工具组合。这是 AI 时代安全防御迈向原生对抗的关键一步。MouseGo Bench 彻底揭开了代码与提示词融合的新型攻击盲区。它击碎了工具在野生数据上的虚假安全感。这套基准覆盖了108种攻击形态和3944个恶意样本，所有样本都经过沙盒系统调用加裁判双重验证。研究揭示了传统工具在提示词注入攻击前全面崩溃。防御必须从孤立审查转向联合推理的语义权衡。数据集、代码引擎与检测基准已全面开源。社区可以在此基础上开发下一代智能体安全防御。开源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复现和验证这一基准。